当考古专家打开墓门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眼前耀眼的光芒吸引住了。走近一看，只见用来封棺椁的钉子都是用纯金打造而成的，如此奢华的棺材，考古专家们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出土的金银器数不尽数，保存如此完整的金器也是史无前例。这座千年古墓的墓主人是谁？是何等的大人物才能享有如此价值连城的陪葬品？接下来就为大家揭开墓主人身份之谜。开始之前老规矩，加个关注，点个赞，偷偷告诉大家，长按点赞2秒可以触发特效超级赞哦。这一天，贵州省遵义市的新浦镇准备将杨家湖改造成一座大水库。因为在古代，这一区域并不是什么繁华的地带，也没有听说过有大官在这里任职，更没有出现过王侯大墓。正当他们挖掘的时候，突然挖出一座古墓。他们本来没对这座古墓抱有什么希望的，因为专家认为这种土坑墓埋葬的一般都是平头老百姓，陪葬品不可能会有金银器具，所以专家认为这座古墓没有太大的考古价值。然而这些也只是专家的推测，既然挖到古墓了，专家就会认真对待。通过对古墓的抢救性发掘，古墓的全貌也呈现在了众人面前。整个墓室分为东西2个墓室，专家初步推断，这座古墓应该是一座夫妻合葬墓。通过发掘，果然只有一堆腐朽的木头。尽管这座古墓占地面积很大，但是中看不中用啊。就在大家正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一道刺眼的光芒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只见木板上有一段金黄色的金属，在太阳的照射下，让人看着眼睛生疼。经验丰富的专家一眼看出，这正是棺椁上面的爪钉。发掘过众多古墓的专家对这种东西并不陌生，可是用纯金打造的爪钉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以往的发掘史中，比较奢侈的棺椁用的也不过是铁钉、铜钉，用纯金打造的爪钉可谓是十分罕见的。在中国考古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我们知道那座震惊考古界的海昏侯墓，被称为第一大富豪的海昏侯使用的爪钉都没有舍得用纯金打造。难道这座土坑墓下面葬的墓主人比海昏侯还尊贵？从出土的陪葬品中可以看出，这座古墓的墓主人非富即贵。随着陪葬品的一件件出土，离真相也越来越近了。考古专家通过对这些陪葬品鉴定，最后推断这座古墓很可能是南宋时期的古墓。这座古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谁，一直困扰着考古专家。更令专家疑惑的是，这种普通的土坑墓中怎么会有这么多精美的金器、玉器、银器呢？随着对古墓的深入发掘，随后又出土了一些特别的陪葬品，其中就有弓箭、佩剑、盾牌等兵器。在古代，除了王权贵族下葬时可用兵器陪葬，其他人是不允许下葬时使用兵器作为陪葬品的。在古代，能使用兵器的要么是一名士兵，要么就是将领。因为士兵不可能享有这种待遇，所以专家猜测墓主人生前很可能是一名武将。这个时候，考古专家猜想，既然墓中陪葬品如此奢华，那墓中应该会有陪葬品清单或者墓志铭，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印章的。随着一件又一件的金银器出土，陪葬品奢华无比。如此高规格的陪葬品，为什么迟迟找不到有关墓主人身份的信息呢？难道是墓主人故意把自己的身份给隐藏了起来？考古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可是专家们还是没有找到一点有关墓主人的身份信息。正当考古专家们犯难时，当地的一位老人告诉考古专家，在离这里不远处有座龙岩山，山上有一座老建筑，在这里已经存在好些年了，或许那里有你们要找的答案。专家听老人这么一讲，觉得可以一探究竟。专家到了龙岩山，发现这里确实有一座城墙，看着好像是用来抵御敌军的军事驻扎地。专家通过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发现，这龙岩山在历史上叫海龙屯。这些城墙建筑
正是宋朝时期担任遵义第15代土司杨文为了抵御敌军修建的一处军事基地。难道这个土坑墓下面埋的是杨文？想想在古代遵义这个贫瘠的地方，能出土这么多金器、玉器、银器的陪葬品真不多。再加上又出土了这么多的兵器，专家猜测这座古墓的主人一定是一名武将，而杨文正是抗倭的大将军。这些证据似乎都在证明这座古墓的主人就是杨文。令人遗憾的是，看似合情合理的推测最后还是被推翻了。原来杨文墓早在1972年就已经被发掘，所以这座土坑墓是杨文墓的说法也就被推翻了。当考古专家在查阅杨文的生平事迹时，一位叫杨稼的名将引起了专家的注意。杨稼在当时也是一名武将，而且还拥有自己的军队。据史料记载，1235年，蒙古铁骑大举南下，把南宋士兵打得溃不成军，眼看就要被蒙古铁骑打得全军覆没。这个时候，杨稼挺身而出，带领8000士兵前来支援，最后反败为胜。可以说，杨稼这一生都奉献给了朝廷，他战功赫赫，十分受南宋皇帝的器重。正是因为如此，杨稼也就成为了杨氏家族中最有名望的土司。他会是这座古墓的墓主人吗？就在这个时候，负责考古发掘工作的人员在墓中清理出来了一盏银质烛台，上面刻有一行文字：乙卯田都统司公用。据史料记载，公元13世纪，乙卯指的是1255年，这个时期正是杨稼生活的年代。田其实指的是姓氏，据史料记载，杨稼的妻子就是田氏。通过以上发现，这座古墓的墓主人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第14代土司杨稼。令专家疑惑不解的是，说万人敬仰的大土司死后为什么葬在土坑墓中？自建国以来，贵州先后出土了8座杨氏古墓，无一例外全都是用石块砌成的墓室。我们再来看看杨氏家族中最受万人敬仰的杨稼，反而葬在了土坑墓中。他的这一做法是要告诉后人自己是一位勤俭节约的人吗？还是为了防止盗墓贼的侵扰，故意把自己的墓室建造得这么寒酸？要说他是一位勤俭节约的人，那从他的墓中出土的金银财宝如何解释？而且封棺材的钉子都是用纯金打造的，显然说他是一位勤俭节约的人是不成立的。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掘，一直困扰专家的疑惑即将被解开。专家在清理墓室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木头被清理了出来，如此多的木头一时间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考古专家立即对这些木头做了化验，最后判定这些木头竟是非常名贵的金丝楠木。专家通过对这些金丝楠木的摆放和框架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最后竟然发现这座古墓大有文章。这座古墓绝不是普通的土坑墓，而是用金丝楠木搭建而成的木质墓穴。这种规模的墓葬，除了当朝天子能享用，其他人估计都不知道这世上竟还有这种规格的墓葬。这种高规格的埋葬方式，专家称它为黄肠题凑。令专家感到震惊的是，这种规格的埋葬方式早在汉代末年就已经被废掉了。真是没想到，在这座南宋古墓中竟然会出现木质墓穴。杨稼在生前可谓是享尽了荣华富贵，死后也要用这种特殊的葬制来彰显自己的尊贵。他自以为自己选了一块风水宝地，投靠龙岩山，脚踏杨家湖，有山有水。可是他唯一一点没想到的是，即使自己用金丝楠木搭建墓室，也难逃被湖水侵蚀的命运。随后专家又有了疑问，杨稼一个土司凭什么能享有天子级别的葬仪呢？后来专家通过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发现，原来杨稼之所以能享有天子级别的葬仪，是因为杨稼在抗击蒙古大军的战斗中立下了大功，因而受到了南宋皇帝的格外器重。为了表彰他的功劳，在他死后，南宋皇帝破例为他修建了一座天子级别的最高葬仪，风风光光地安葬了这位大功臣，而且还赏赐了他大量的宫廷珍宝金银器具作为他的陪葬品。可能是因为杨稼选的位置不对，
太靠近杨家湖了，使原本千年不腐的金丝楠木提前腐烂倒塌了，这才导致考古专家一开始把这座皇长题奏级别的陵墓当成了一座普通的土坑墓。这些也只是专家的猜测，真实的情况还有待考究。你对这座金丝楠木搭建而成的古墓有何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记得长按点赞关注一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